餐飲咧，人哋話做啊好難做啦，我覺得有得做嘅。九子離火會心靈嗰方面咧，大家都會比較脆弱啲。一年那麼長時間，哪一個節點會比較兇險一點？一定要係小心，最好唔好參與添。可能會發生一啲干戈啊、戰爭啊、衝突啊，都唔會少噶。非常之感謝大家嘅支持啊！我嘅課程咧，中華智慧大講堂咧已經開放啦。進入咗九子離火運咧，如果你想快一步咧，學習玄學啊，同埋一啲叫做道法術器嘅知識啊，了解自己，幫助自己身邊牽掛嘅人咧，咁就可以加翻我哋嘅 WhatsApp 報名上堂，福生無量。新年好！那2025年馬上就要來了，很多粉絲朋友們都很關注明年的運勢會怎麼樣。那麼今天我們就邀請了鄭弘師傅，還有風水師兄，為大家帶來他們自己這個獨門的轉運的秘籍啦。那明年25年乙巳年嘛，那明年的社會的大運會怎麼樣呢？無可厚非嘅咧，就係九運已經嚟咗啦。咁我哋去到2025年啦，叫做乙巳年啦。乙咧，大家知道啦，我哋木咧分兩種嘅，一個參天大樹嘅木啦，一個小草嘅木啦。咁咧，2025年咧，呢個乙木咧就係一個好生發嘅年啦，代表咗萬物嘅復甦啦，萬物嘅生長啦，好多嘅行業啦，從原先嘅萎靡不振啊，去到一個復甦嘅狀態啦，代表咗有好多嘅機會啦，科技行業啦、互聯網行業啦，應該係一個比較好嘅發展嚟嘅，因為火亦就係代表咗呢種文明嘅發生啊嘛，所以好多嘅創造啊，同埋尤其喺中國呢個九運裏邊啦，佢係有好多嘅呢種叫做新能源啊、新機會啊，我覺得呢方面咧去發展，尤其你原先做緊啲係傳統行業嘅話咧，同互聯網掛鈎咧，咁其實你嘅發揮都會更加大啲嘅。係啊，所以變咗好多會新發明嘅，即係譬如而家呢幾年裏邊電動車基本上好盛行啦。係啊係啊，所以嚟緊呢個科技發展啊、新嘅發明啊，甚至會有啲新嘅產品會落地添喎。那明年我想招一個新人可以嗎？嗱，如果你係嗰個新人嘅話咧，有兩個辦法嘅。第一個咧，佢係要好火辣啦；第二個咧，佢名裏邊有個火字可能都得嘅。哦，那我要好好地把握機會啦。姓李啊、姓陳啊、木字都會有利嘅，因為成日都係木火通靈噶嘛。要好好選擇啊，姓林、姓林都係嘅。另外咧，嗱，仲有一樣嘢喎，我覺得咧，就其實餐飲咧，人哋話做啊好難做啦，我覺得有得做嘅。點解咧？因為餐飲咧，應該我覺得係要成個同個火咧要結合晒喺埋一齊咧，佢會靚啲嘅。第一個啦，我覺得係要靚噶啦，因為火係咪麗？係麗啊嘛。離火網紅帶貨，網紅帶貨。因為而家網紅餐廳，我哋見到好多人去食飯啦，其實都係要先影翻張相先嘅嘛。打卡。網紅打卡。係啊，不過我哋覺得咧，就係除咗靚嘅嘢之外咧，咁仲要有文化啦。我覺得依家食嘅嘢係要食出文化。叫做呢樣嘢咧，其實係有故事嘅，好似係過橋米線咁樣，係有故事嘅。原來係有個丈夫去打工，跟住太太咧就要行嗰條橋送啲嘢俾佢食。咁如果係咧，啲嘢又靚啦，跟住又做餐飲㗎啦，跟住又係叫做有文化啦，我覺得咁樣咧係有得做嘅。所以變得咧九子離火咧，去到乙巳年的話咧，大家都會有啲擔心同憂憂愁愁。咁所以變得好似你咁講，大家都係要變化，即係其實乙木其實個變化啫嘛。佢乙木唔同甲木啊，甲木嘅其實變通能力食不甩㗎嘛。係啊，即變通能力低啲啊。喺乙木的話咧，如果喺九子離火加上乙巳年2025年咧，你識得變化變通的話咧，其實係一個機會。那我可不可以這麼理解？比方說，我現在在做互聯網，我多搞幾份工作，我多變通嘛。變通啦，係啊！我多找幾個女，不能找幾個女人，我可以多找幾份工作，係多做試一下，哪個說不定哪個就可以了。其實揾多幾個女朋友都 OK 㗎。事實上，因為我同你講啦，係要有選擇啦，一定要靚㗎啦。對啊，有文化身材好的啦。講笑啦嚇。即係正如你頭先所講，木去生火啊嘛，智火係雙官嚟㗎嘛，冇錯，即係要創新、變通同埋有變化，創造係啊，創造。係啊，咁我哋其實仲有一樣嘢咧，好多人話咧。從呢2年開始咧，見到點解多咗咁多師傅出咗嚟嘅玄學啦、道學啦，又或者係宗教方面神通啦。咁其實我哋好清楚啦，因為佢已經嚟到咗呢個
叫做文化大爆炸嘅時候啦，咁其實呢種玄學啊、國學嘅嘢出現係好正常嘅。咁我亦都其實好建議大家喺呢一個年代裏邊咧，去學習一啲叫做國學嘅嘢啊，又或者係玄學嘅嘢啊，唔係話一定係幫人算命啊，係自己要知道咯，知道自己嘅命大概去到咩年份啊，大概有乜嘢選擇我要去做啊。如果人人都識少少嘅話咧，依家啲人冇咁迷茫㗎。沒錯，因為事關你都知啦，九紫離火會心靈嗰方面咧，大家都會比較脆弱啲。係啊，有啲宗教信仰咧係好嘅，揾到自己嘅心靈上嘅填補嘅空間。因為阿鄭龍師傅點解講話心靈上嘅填補咧？因為我哋個離卦一橫中間斷咗，再一橫離中虛啊，咁即係代表咗我哋心靈上面冇依靠，空虛啦，好空虛啦。風水師兄都講過啦，有啲就係學術啦、冇錯算命啊，或者甚至乎學道都係嘅，OK 嘅。但係學習嘅過程之間咧，大家都要係正面啲，同埋會擺多啲心機鑽研一啲，唔好行偏咗，甚至乎唔好行捷徑。大家都有機會嘅向風水師兄學道，又或者係有機會跟我學呢個算命、八字、術數都好。其實我覺得到現在這個年代，除了美啊，我覺得生活有要求，其實有儀式感的。那前2天我看了一個新聞，就是日本的那個清水寺，它每一年都會有一個和尚啊寫一個年度的字。那如果說讓2位師傅給大家一個字，你們會給什麼字？如果俾我寫咧，寫個正字咯，寫個正紅的正的，唔係正字，正確的正啊，正為什麼要寫正氣嘅正啊？為什麼要寫？因為事關大家去到九紫離火咧，都係有啲信心啊、飄忽啊，甚至乎都好迷茫啊。係啊，最緊係正氣啲。寫個正字，大家都有啲正氣。正確嘅觀念，咁大家都會有個正能量，咁啊變得會係個自信心會強啲啦，甚至乎做任何事的話咧都冇有怕。咁我覺得個正字係靚嘅，我幫埋解釋埋個正字先嚇。點解咧？我覺得佢正咧，佢係一同埋個子字嘅。一字咧，因為咧我哋你拆埋字添喎而家。係要梗係拆字啦，因為點解咧？因為我哋以前咧好多時候咧，淨係識得向前衝。係咪先？所以咧，任何事情嘅發生，我哋第一個觀念咧，先停一停，諗一諗，去止嘅時候咧，其實叫做止觀啊。學能唔能夠停低去觀察下呢樣嘢，退翻一步再進2步咧？我覺得呢個正字有呢一個寓意喺度嘅，所以我一聽哇幾好啊！那你呢？咁我梗係講翻乙巳年啦。我最中意講嗰個字咧係伺機而動，伺機而動。伺機的伺。係啦，因為咧同我啱先講嘅一字都係嘅。好多嘅時候咧，我哋冇辦法去做好呢個選擇咧，係大家好急於去求成啊！而家已經唔係話以前嗰個年代係個運托住大家都好，而家係要經過你個分析啦，經過你嘅一個思考啦。而家呢個時代係人人都要修行嘅時代，咁咧你見到一件事，我係咪能夠先靜落嚟望一望佢？因為靜得落嚟，你個心先能夠定。通過呢個方法去思考咧，先能夠有獲得。先靜，後定，再思考，再思考，再得。那在這裡呢，我也想問一下2位師傅了。那就在明年開年的時候，我們有哪些東西要做？就哪些東西不要做？下年咧有啲錢嘅問題咧，大家小心啲。下年咧因為上木火之年咧，屬於月咧係一個飄忽啊，所以下年咧係木火特別旺盛啊，所以克個金啊，所以下年金融市場同埋股票市場咧特別波動啊。投資要小心，投資一定要係小心，甚至乎最好唔好參與添，因為小安波動得嚟的話咧，大家都好容易虧損啊。所以變咗木月至年咧係一個憂愁、杞人憂天、心情低落嘅一個年份嚟嘅。所以大家如果係再參與得多或者大額投資的話咧，會虧損的話咧，咁啊咪中咗月至年嘅憂愁啊，心情低落啊呢啲問題咯。喺出年咧，你做嗰啲叫做比較風險大嘅投資啊，又或者係虛擬貨幣啊，我哋冇跟嘅嘢咧，你要特別注意啦。嗰啲咧可能今年嚟講，即係2024年嚟講咧，你見到有好大嘅一個收穫啦。但係去到2025可能會好飄忽㗎，好波動㗎啦，上落好大。那一年那麼長時間，哪一個節點會比較兇險一點？
咪秋天咯。秋天金嘅年份金咯，黃嘛，係金火金嘅年份咯，火同金互戰啊嘛，所以秋天嘅7、8、9呢3個月咧係比較波動嘅。係啦，我哋叫做新柔率月啦。咁其實我除咗金融之外咧，亦都同大家講下啦，乙巳年咧亦都叫做火好旺嘅地方啦，嘅時候啦。咁有啲地方咧叫做可能會發生一啲干戈啊、戰爭啊、爆發啦。咁咧出年去即係旅行嘅時候啦，盡量避開一啲叫做已經有是非啊、有衝突嘅地方啦。遠離是非，就好似遠離人群。我哋見翻其實今年嘅2024年啦嘅一啲叫做巴勒斯坦啊，你都好多人都唔知，突然之間又爆發啦，好多敍利亞嘅嘢，甚至乎係韓朝之間嘅一啲摩擦啦，我哋都要注意嘅。同埋有啲人咧，依家中意去俄羅斯旅遊啦，咁我覺得出年嘅一啲叫做衝突啊，都唔會少噶。明年個火就係代表咗戰爭。係啊，所以下年咧嗰種擦槍走火性質咧都特別高啲。係啊，因為事關咧嗱，大家睇下天干地支，天干係月，地支係支啊。呢喺個天干地支裏邊咧係有種開頭節腳，個頂係平嘅，支咧個寫法咧係平嘅，即係大家有種失縮同埋係避開個正性質啊。所以下年咧特地震啦，大家都會縮埋一嚿啦。所以下年咧戰爭嘅地方咧，大家盡量唔好去。係啦，同我哋講一件都開心啲嘅嘢嚟嘅。咁咧乙巳嚟講咧，我哋喺即係寄生12宮裏邊啦，係代表兩個字叫沐浴。你中意沐浴更衣嚟？沐浴洗澡。咁梗係唔係啦？咁佢係一種自由嘅狀態嘅，係一種係比較中意去玩啊，去抒發自己情緒嘅一種，係啦，一種叫做娛樂至死。因為驛馬啊嘛，下年係啦，沐浴啊，驛馬。咁我覺得咧，嗱，開心係開心喺邊度咧？如果你出年咧有一啲叫做開心嘅事情想去慶祝嘅話咧，就不妨多啲去叫做釋放下自己。咁我哋已經喺呢幾年嚟咧，好多人都壓抑咗咁耐啦。因為明年嘅呢個木火通明啦，呢個沐浴啦，呢個傷官都好啦，事實上都係叫我哋開開心心咁樣去過翻出年。咁所以變得咧，大家唔好太擔心，唔好太憂愁，會令到自己咧啲負能量太重的話咧，其實於事無補嘅。正面啲去揾啲地方開心下，尤其是下年2025年九紫離火喺東邊向多啲東邊嘅地方啊，咁啊開心完翻嚟咧，其實好多事情都解決得。冇錯。喂，鄭紅師傅，那能不能給大家分享一下這個開運的一個方法？就是你覺得明年我們普通人啊，怎麼樣去旺自己的財運啊，或者姻緣或者事業，有沒有好的方法能夠介紹給大家？好啦，先講財運先啦。下年財運咧，因為首先九紫離火咧，咁啊要火當旺啦。咁啊可以先睇下自己嘅日元先啦。如果係木同火嘅日元的話咧，可以喺東面裏邊咧擺一啲聚寶盤。係因為東面係九紫離火嘛，當旺之星啊嘛，所以變咗擺個聚寶盤咧，都會旺翻自己嘅財運同埋個事運嘅。係嚇，咁啊另外啊就係水啦。咁如果係金同水命的話咧，咁啊可以擺文昌位啦。咁文昌位下年咧就係一個正西位。咁啊正西位咁啊土就生金啦，金又旺翻水啦。咁啊可以喺個正西位咧擺多啲利是封。擺多啲，擺棟高，咁文昌塔咁樣，好似文昌塔咁樣擺一大沓喺度，但最緊入邊有錢喎，咁啊當旺翻財運啊嘛，加上利是封紅色噶嘛，話好似師兄風水師嗰啲顏色咁旺，過年啊嘛，所以咁旺，新年氣氛啦。咁啊紅色嘅利是封再旺翻個文昌位，咁啊木火通明，咁啊最好啦。咁啊另外剩翻個土啦，咁啊偏財星喺個南方喎，土命人可以喺南方位咧擺個步步高升，南方係屬火啊嘛，旺火生土最有利呢個生翻個金，偏財位嘅。沒錯。那師兄呢？你覺得明年的有沒有小秘籍分享？我呢啲好迷信嘅喎，我呢啲係啊，因為我呢咧就同你講下咧，就大家知啦，道門裏邊咧就有各種嘅小嘅法門嘅，佢咧就適合於所有嘅人，但係咧你要自己有心機去做啦。首先我哋有一個叫做無根水引財法，係啦，有冇聽過無根生啊？呢3個字？無根水係啦。冇啦，唔緊要啦，我慢慢同你好啊，你解釋一下。係嗱，天上落嘅雨，如果佢係冇落到地咧，佢就叫做無根水嘅。咁咧，你要揾一日啦，就係落雨嘅，跟住咧就攞個碗啊，或者攞個兜，
跟住咧接住呢啲雨水，跟住咧就攞翻屋企啦。冇根水咧，佢係天上之水嚟嘅，即係有天上嘅氣嘅。然之後咧，呢啲水咧，你攞咗之後要吸收日月嘅精華。點樣去旺你咧？就喺你自己瞓嗰間房嗰度，前面7日。你要擺喺月光能夠照到嘅地方，月光能照到。係啦，跟住令到佢喺你間房度揮發先。當然啦，朝頭早點咧，就我哋可能揾塊布啊，又或者係揾個板啊，隔一隔佢先，唔好俾佢揮發。到咗後邊7日咧，我哋再用呢個日光嘅方法，日頭將佢曬一曬佢，跟住吸收到呢個日光嘅精華，然之後咧，經過呢個2個7、14日之後咧，將啲水咧裝喺個樽嗰度，然之後咧擺喺你自己嗱，都係咁啊，追翻個9位嘅，你自己間房嘅東面嘅位嗰度，跟住咧可以旺翻你嘅呢個財運嘅。嗯，係啦。好。如果咁擺14日嗰啲水應該係精華嚟㗎咯喎。精華嚟㗎啦，係吸收日月之精華嘅。應該係食咁多，所以可能咧你係攞啲精油嘅瓶咁樣重喺度都得㗎啦。跟住咧呢個咧，你千祈唔好攞嚟飲啦。咁啊，你我放在香水瓶裡面，然後運氣不好嘅時候就噴一下。我未試過喎，你試下或者噴下喉嚨啊，可能都會舒服啲嘅。有啲北方嘅朋友啦，即係唔落雨啊。對啊，我們家可能東北不下雪了。喂，落雪得唔得咧？落雪就唔係水嚟嘅，所以唔得嘅。係用啲雪一碗雪等佢溶咗，咪得唔得？佢唔係毛巾水啊嘛，毛巾雪啊嘛，所以唔得嘅。咁咧仲有第二個咧叫做頂燦催財法啦，你係一個阿燦嚟噶嘛？阿燦什麼意思？係啦，唔講笑啦。頂燦催財法咧係用2樣嘢嘅，3個位其實夾埋流年風水咧一齊用嘅。首先咧就要喺下一個運嘅位咧就1運位啦，今年2025年嘅東南位啦，咁啊擺個頂嘅，將我哋未來嗰個運嘅財咧。可以兜得住，跟住咧燦咧擺喺我哋過去嘅財位度嘅，就係白運嗰個財位，即係擺喺我哋西南邊。咩叫燦咧？係光芒燈，擺一盞燈喺嗰度嘅。然之後咧喺我哋當運嘅呢個星咧，9運星咧，即係正東星呢度咧，擺個細嘅風扇。將佢吹到風生水起，咁簡單咁個解釋啦。將我哋未來嘅運，即係喺東南位嗰度擺個頂，將我哋過去嘅運喺我哋西南位嗰度擺盞燈，喺我哋現在嘅運嘅正東位度咧擺個細風扇，然之後咧就係過去、現在、未來嘅財收翻嚟俾你用。嗯。這個聽起來好像猛一點對、啊。我唔係個花入個眼，大家覺得邊個對你有用咧，你就去用邊個啦。沒錯，好，感謝剛才2位師傅分享的3個我們的轉運秘籍啊。如果大家還要想聽我們更多的一些內容的話，可以關注2位師傅的頻道。那麼我們也會在我們的 WhatsApp裡面去進行我們的這個留言的回復啦，然後希望大家能夠得到更多的一個幫助。最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萬事如意。